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坦克大战的高清版。这个高清版呢，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它并不是其他机种的，它确实是 FC 版，但是呢是在模拟器上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使用的模拟器呢就是 Mason， 它的高清的图像包功能。那每个坦克的贴图都替换成了高清版。这个功能我之前应该给大家演示过一个游戏，可能有的小伙伴还记得，那款游戏呢就是恶魔城那个恶魔城是声像效果都得到了进化，但这个高清的版本呢，它只是把图像给替换掉了，看着画面确实精细了好多。咱们的老家从一个鹰变成了白旗，不知道为什么举着白旗啊。子弹也替换了，好，第一关过关。那这个版本应该是35关，就是最原始的坦克大战。我争取呢一口气给大家打完，如果打不完中间挂了呢，那就录制到那儿；如果能够通关呢，就打完35关。这个版本刚才咱们从树丛里从草丛里钻出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钻树丛的效果和原版是不一样的，进里边你就看不见自己的坦克了。那原版的话应该会有一个半透明的效果，你能看见自己在哪儿，但这个版本就没有了。那我估计敌方进里边之后呢，咱们也看不见他的位置，所以说有这种草丛的关卡呢，难度会高一点。定时，这个吃吧。咱们现在只有1颗星，清洗敌人的效率不是很高。当有了2颗星之后，那就厉害了。安全帽捡了吧。第2关过关。我记得小的时候玩这游戏，一玩一天一上午或者一下午。那现在想35关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就完事儿了。雷，这个雷宝物的图标没有替换，有点小可惜看敌人进这个草丛里就看不见他了。而且呢，这个场地的边缘做出了一点3D 化的效果。好，吃了2个星了，那咱们目标呢是3个星。像这原版呢，最多就是3个星。3个星的大号坦克呢，打一枪也就炸了。吃1个星呢，是让你的炮弹射得更快。2个星呢是射得又快又多，3个星是又快又多又狠，力道强，能够把这种铁墙给打掉。这关看起来是个头像，这是什么头像呢？行吃了这个就三颗星了，很快你看，我就说嘛，咱们偷星的这个技巧是第1位的不对，偷星不是偷星老婆你听我解释。好，把他们定住了。小的时候最喜欢这个道具把对方都定住了。这个长大了之后也希望有这种道具，但可惜并没有。下弹。4关用了大概每关用1分钟吧，但是呢，咱们攻关的效率越到后来应该是越高的，就是有了3颗星之后吧。好，中门对狙了一波，想杀我，哼！定时，
就是能把敌方的子弹给打消掉，这个设定是非常好的。下来吧，人家会动了，就让他们自己动吧。2个，再出来一个。好，一次对付3个啊，这真的爽。这是快速坦克，敌方的坦克应该就只有4种：普通、快速，然后吃子弹非常快的那个，再有就是大坦克了。5关了，就是一命制啊！如果挂了1次，咱们就完事儿。那非常可惜，现在找不到人和你一起玩了。这个游戏最好还是2个人，每人负责一面。好，再来一个安全帽。这个我不太习惯戴这东西。有一个闪光的，闪光如果利用的好，过关就更快了，尤其是打出炸弹来了。敌方还有3个坦克，又来个安全帽。行了，戴着安全帽来打最后这2个。那这个画面呢，确实得到了进化，而且还有一点，这个游戏的声音声效，那是我进行了一点点加强。加强呢，就是把它的有一点回声啊，有一点回声的效果加入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这个和原版是稍有区别的，并且做了一个尾的立体声的处理，但是这个处理呢，原来的这个音频啊也就这样，所以呢我又不是专业处理这东西的，所以说可能效果上不是特别好，但是能听出来跟原版比呢还是稍强。奖命，奖命咱们要吃啊，5条命了。第8关，打了1/4了，一共35嘛。这关呢，如果咱们把这儿打了，这就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打法，因为这关老家上面是没有铁的，敌方刷了之后呢，第一时间就可以攻击到咱们的老家，所以说这里要守。敌方还有大坦克，这个有点难对付。给了把铁锹，我感觉子弹的这个动画呢细腻了不少。好，给了个星，这如果给个炸弹，我就直接去了。好，这关守下来了。打了20个坦克，说明没有吃到炸弹。那吃到的炸弹呢，是不会计入这个最后这个盘点里边去的。咱们这次就守这排，这关看起来就简单多了，因为上面有4根铁，并且呢，敌人的左中和右边呢是分开的。敌人钻里边你就看不到了，钻到树丛里就感觉消失了一样。不知道那闪光是什么。这本作其实有一个机制，就是你打出的宝物吧，如果打出来之后，敌方刷新了一个闪光的坦克，那这个打出的宝物就消失了。那里还藏了一个。
但如果屏幕上同时有2个闪光的坦克的话，或者2个以上，咱们打出一个宝物之后呢，这个宝物是不消失的。你只有打出下一个宝物会替换到前一个。这关也简单，咱们非常早的抢占了这个位置。好，这个安全帽。早点抢呢，就是抢到这个位置，就敌方下来2格又一个安全帽。这个2次啊，这好吗？年龄不允许吧？这样敌人就被消灭殆尽了，是吧？剿灭，哎，你看，真的合理啊！就是当你第2个安全帽用过之后，就搞出生命，不是搞出奖命了，对吧？就给了你一条奖命，这个合理，太合理了。好，第11关，看看这个地形，那也就站这儿了，也就站这儿了。哎，好，炸弹，这个要吃，这个要吃。我没有等这中间的这个大坦克出现啊，因为我怕左边的早点下来。你看这种大坦克呢，和咱们现在应该是一个贴图，只不过配色不一样。那这种大坦克左右向上的时候都没有向下的时候这个炮筒粗，你能看出来啊？我都找不到自己在哪儿。看，它只有向下的时候这个炮筒粗。因为中间的铁被我打完了，所以说我赶紧去把这个定时吃倒。这样就算打完了1/3了吧？时间上肯定已经过了1/3了，因为越到后边咱们应该打的是越快的。5星没用了，那如果玩导弹坦克的话，再吃是有用的。然后可以打水，可以打草，炸弹。并且呢，我记得有手枪那个道具，还有导弹。另外也有敌人能吃这种道具的版本。好。我把铁打没了，这个等一下，看他往哪边走。13关，小的时候玩绝对没有现在怎么说呢，玩的，就是你每关观察一下地形之后现在能想到我应该站哪，怎么打这关。但小的时候打呢，比现在要盲目一些。可能是因为年纪太小了吧，刚接触这款游戏的时候可能8、9岁、7、8岁，那也想不到这么多说战术卡位怎么打，包括一些细节。其实我现在玩这款游戏，这个开炮的习惯就非常不好，这个可能有一些小伙伴理解我说的哪里不好。就是你开炮的时候，最好先发射1发子弹进行确认，确认到敌人之后再进行连发。否则你如果离屏幕边缘比较远的话，你把2发子弹都打出去了，这样有敌人如果近身的话，你就没办法应对了。因为子弹接触到屏幕边缘之前，消失之前，你是不能再发射另外2发的。所以我的这个习惯非常不好。虽然我知道不好，但是我这习惯我30年了，我没法改了已经。这就是细节吧。这里的砖呢是一个骷髅图案，把这守住。当然了，守这条道呢也不是绝对安全的，炸了它吧。你万一敌方往下走1格，回头给你一枪的话，这就打你的这个履带了。15关，
这关地形就不大好。哦，刚才这下真危险，他没开枪。这地形真的不好，敌人如果钻进这个树丛啊，你就找不到他了。这个和原版区别真的是比较大。啊，你就打了一下方向啊。你看，就这种情况啊，就敌方往下走了一格，然后就横着来了，这种情况其实还挺危险。守这条路呢，哦，又一次这个情况。守这条路啊，就是有这一种危险情况吧。但是呢，你清起怪来比较快，因为他刚刷新呢，你就把他打爆了。但我觉得它应该是综合了安全性和效率来说比较好的单人玩的方案了。捡命，7条命了啊，咱们没挂呢。星不要了，藏在这里我都看不见。这个炸弹可以考虑一下啊，等那个刷出来。好，收了。17关啊，这是冰雪场地。这个地形呢，它只替换了草地，替换草地直接的效果就是给游戏增加了难度，别的没有替换。如果把宝物和其他的这个地形也替换一下啊，那这个就完美了，我感觉。5星。其实这种高清包呢，如果小伙伴有耐心是可以自己做的，就使用 Mason 这个模拟器，它是可以抓取这些图像包的，然后抓取了之后你再进行替换就可以了。一半了吧，打完一半了。当然了，那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有耐心这样做的小伙伴寥寥无几。就是现在的人，我感觉越来越懒了。智能设备呢越来越方便，导致人是越来越懒。其实很多求游戏链接的呀，求资源的，往往就是因为懒，就是一劳永逸。你如果找资源经常找的话，那你可能一个游戏5分钟你就找到了10分钟。不经常找，那有半小时也找到了。但是这半小时积累的经验呢，你下次找可能20分钟找到了，你再找一次呢，可能以后也就15分钟左右，10分钟、5分钟。但是呢，他就懒得做这一次。哎，打了一枪他就回去了。这个是闪光的炸弹，这个炸弹其实可以考虑。哦，收了4个。哦，爆炸的动画，还有咱们的子弹打到屏幕边缘的动画也是替换掉了。无敌了。自己打呢，就是要什么事儿都自己干。那2个人玩的时候呢，可以就是水平稍弱一点的小伙伴守1路，然后呢，另外一个守2路。把这个地图呢，能够打这种铁的地形效果呢，就是你可以根据战场上的形势来改变这个战场的地形，这点我觉得比较好。我打到我老家了，定时
我打他知道了，回头跟我刚了一枪。这里的地形啊，就是炸弹超人应该是。其实这些地形是有不少彩蛋的。我能根据自己子弹发射的位置判断一下自己大概的位置，因为子弹进入这个树丛之后，它也是消失不见了。奖命。有点小危险啊，还好这个砖比较厚。有惊无险吧，因为最后出来了6、7个大坦克，都压下去了。这张地形如果比较开阔的话，就很难处理了，尤其是单人。这个单人和2个人玩的难度确实也是有区别。炸弹。感觉每关20个坦克不多，一会儿就清光了。那这个游戏也有不少的改版，之前我也给大家录制过曾哥的那个改版，那真是我玩过的坦克大战最好的改版了，就是增加了很多新的玩法。另外我还见过像那种挑战版本，就是比如这关呢，没有地形，就是全都是空场。然后呢，敌方是200多个坦克啊，然后一次性出来6、7个，你想想有多难吧？你想保护老家有多难？尤其是你单人玩的话，太难了。这关的地形标志这个鹰，就是咱们老家原来的那个厅，但是现在咱们是一个白旗。炸弹啊，把老鹰头打掉了。就2个道具，几乎把这关就清干净了，一个安全帽，一个炸弹，敌方就是所剩无几了。咱们已经打完三分之二了，至少2/3了。这关有一块冰场，冰场的地图我怎么感觉少了一点啊？那现在才接触到了2关，这样，星不要了。有的时候障碍物你需要给对方留着，引导对方的路径。我是不是给了老家2枪？这个闪光的不下来啊！定时可以搞，那这一个定时结束了啊！对方这7、8辆坦克没了。10条命了。25关。这种地图对咱们来说是最有利的。那我如果留着1排呢，咱们上面就有4行都是铁。如果不留的话，咱们头上就2行是铁。这关老家比较安全，因为地图比较复杂，敌人一时半会儿呢是开不到咱们老家的，全是大坦克呀。这个闪光给个好东西吧，定时可以了，结束了。完事儿。一个定时至少消灭敌人1/3的这个队伍。这个地图不大好啊，这都好薄啊，这些砖。我在这儿有点藏不住，屁股太大了。安全帽。正好呢，利用这个安全帽跟敌人的大坦克拼一波，又炸了他们一下。一轮激战过后，敌方就剩几个坦克了，又一个安全帽。
这关地形也不错。哦，全是大坦克。定时啊，这个要吃，这个要吃。好，这样敌方就差不多了。这一轮下来，这还有个闪光的，减命。啊，消失了，这行啊，咱们要减命没有用啊。28了。啊，这关的地图呢，看起来是一个房子，咱们还有烟囱呢。右边的那些砖，右上角的那些砖还冒了点白烟儿，但这关地图不友好，尤其这个版本啊，坦克进了草丛就看不见了，而且呢，障碍物都比较薄啊，敌方一旦进来就比较难处理。好，给了个炸弹，吃了吧，虽然对面有个闪光的。不要了，往前抢一抢，压制一下，又一个炸弹，那就完事了。眼看要进30关了，这关也不难，但这关啊，最右边的那块铁最好别打。它是引导的敌人，右侧的敌人呢往左来的，往中间来的。咱们如果打了呢，他直接就能趁点。感觉有点下象棋的意思。包括我的坦克呢，到上面的时候我就感觉在手累啊，狙在手累。哎，这关完事了，这也太快了。30了，进30了。哦，这关不好，不。这看不见人啊！安全帽不去捡了，我感觉。敌方有大坦克，星也没用啊。最后一个坦克我纯粹是猜的位置，就看他子弹出来大概在哪儿。31关全都是河，定时可以搞啊！哇，这一串。刚正面，我一个定时把敌人全带走了。这把打的就是太莽了。3上，哦，又出现了这种冰雪地图。开场敌方4个大坦克，一个讲命，11条命了。行，这个没用啊。哦，我如果冲动一点往前冲就挂了啊。又给个星，这关的道具给的不好，这个拖后腿了。如果道具给的好呢，能早点过关。所以这个游戏打速通打出来记录的人得多幸运啊！就首先你的星会早给你加满，然后呢给你的全都是炸弹一类。又一个奖啊，这关不大好啊！这个左侧的敌人下底非常快，这里留一个，就是阻挡敌人，不然呢右侧敌人也直接下底了。这就很困难。
守住这里。这关地形不大好，咱们守的这个位置就非常靠下。34啊，34关一看就得快点打呀，因为都是砖，你不快点打，敌人就杀下来了。咱们老家就没有任何的防护了，仍然是手累。有个炸弹，行了，炸了他们就完事儿了。35关了，最后一关，那还行，比较顺利吧。希望这关也顺利。这关打完呢，这个高清版本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定时有点远啊。好，这边还剩10几个坦克。来个安全帽。都是大坦克。草丛里还藏了一个啊，出来了。啊，那好吧，今天时间差不多，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那咱们下个游戏再见。